2014年5月28日晚上9点多，在山东省招远市一麦当劳快餐店内，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子被一伙6人的暴徒用铁拖把打、椅子砸、脚踏等方式残忍群殴致死。2014年10月11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主犯张帆死刑。可诡异的是，不管是在庭审中还是在伏法前，主犯张帆一直面带微笑，特别是在执行注射死刑前，还拒绝与亲人见面，满怀期待的喃喃自语：“我将回归我神的国度。”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孤身赴死。大家好，欢迎来到案件纪实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起发生在山东的真实大案。案件的主人公叫张帆，他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市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虽然家里条件一般，但对女儿的付出是竭尽全力的，希望她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小时候的张帆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优异，是老师的宠儿，同学们眼里的学霸。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进入高中后的课程压力让张帆有些喘不过气来。张帆开始感到焦虑，他担心自己的成绩会下滑，担心让父母和老师失望。这种压力让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甚至有些自闭。而这时，张帆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故，母亲突然生病去世，这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张帆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觉得自己的世界仿佛崩塌了。尽管父亲张立东努力安慰女儿，试图给她更多的关爱和支持，然而失去母亲的张帆变得更加孤僻和叛逆。他开始寻找一种能够解脱自己内心痛苦的方式。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主动搭讪的人，一本晦涩难懂的书籍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一开始他只是出于好奇，但很快书中的内容就像毒草一样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书中的内容让他觉得找到了知音，仿佛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和迷茫。他开始沉迷于其中，寻找心灵的寄托。然而张帆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正是某邪教的宣传资料。很快，某邪教组织的成员就主动找上了张帆，他们开始给他灌输更多的邪教教义。他们为他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神的国度，声称只有加入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救赎。张帆，你是被神选中的那个人，只有加入我们，神将赐你无尽的力量和荣耀。张帆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他开始更加深入地参与邪教的活动。他放弃了学业，整天沉迷于邪教的教义和仪式中，甚至开始劝说身边的人一起加入。张立东发现女儿的变化后，内心充满了担忧和无奈。他尝试与女儿沟通，但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和抵触。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恐慌，不知道该如何拯救陷入邪教的女儿。小帆，你醒醒吧，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你不能被他们迷惑呀。但张帆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劝告了，他完全被邪教的思想所控制。他开始变得冷酷无情，甚至对父亲也产生了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帆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悲剧就在2014年5月28日的晚上悄然拉开了帷幕。春天的夜晚总是人流如织，让人流连忘返。招远市中心商业区，张帆和邪教的几个成员一起在城市的街头游荡，他们的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突然，张帆的眼睛一亮，透过一面玻璃墙，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吴林，正独自坐在麦当劳快餐店内，喝着饮料，看着书。张帆对身边的邪教成员说：“你们看，店里的那个女孩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她的声音冰冷而坚定，仿佛已经完全忘记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他们走进店内，迅速接近了吴林。张帆走上前去，试图索要他的电话号码。然而，吴林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了警惕，
他拒绝了他们。这时，张帆的脸色突然变得狰狞起来，他一把抓住吴林的衣领，狠狠地说：“不给电话号码，你就是恶魔邪灵。”吴林被吓得瑟瑟发抖，但他仍然坚定地拒绝了他们。这激怒了张帆和邪教成员们，他们开始对吴林进行残忍的殴打，拳头、脚踢、撕扯，每一击都狠狠地落在吴林的身上。边打边大声叫道：“你竟然敢拒绝我们！我要让他付出代价！”店里的其他客人被这一幕惊呆了，但没有人敢上前阻止。张帆和邪教成员们似乎更加兴奋了，他们的殴打更加凶狠。终于，在2分钟的暴行后，吴林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脸上满是血迹和伤痕，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而张帆和邪教成员们却像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很快就将张帆和邪教成员们抓捕归案，并接受了法律的制裁。暴行震惊了整个城市，人们纷纷为吴林的离世感到悲痛和愤怒。暴行更是给吴林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心爱的女儿就这样离世了，而凶手竟然是一群被邪教控制的疯子。而张帆的父亲张立东是无法想象自己曾经乖巧懂事的女儿竟然会变成了这样一个冷酷的杀手。一股深深的自责和恨意涌上心头，正义的法锤终于落下，张帆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面对庄严的法庭，张帆面带微笑，仿佛一切都已与他无关。在庭审现场，法官严肃而坚定地宣判，被告人张帆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庭审结束后，张立东哽咽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曾经那个乖巧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他的声音颤抖，充满了无助和恨意。而张帆在被押送回囚室的路上，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转头看向旁听席的父亲，却是面无表情，目光冰冷。行刑前更是以回归我神的国度的离谱理由拒见亲人，孤身赴死。随着法律制裁的落地，这起震惊社会的案件也画上了句号。然而，它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的反思。邪教这个社会的毒瘤，它不仅摧毁了张帆，也给他和其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